此处甚好，有劳卓道友了。晚辈还有任务在身，先行告辞。韩道友有任何事，可随时传讯晚辈。原本计划渡劫后寻一处隐秘之地修炼，冲击炼虚期，却没想到飞升者带有异界气息，两色雷劫如此恐怖，若不是天渊卫出手，早已陨落。可到了天渊城，一切都是未知，实在心中没底。道友可在屋中？老夫柳山道，可否和道友叙谈一二？正好，不用我主动出去了。原来是柳道友来访，韩某荣幸之际。韩道友，打扰了。刘某贸然打扰，还望道友不要见怪。在下怎会如此想？就算柳兄不来，韩某也打算去拜会几位道友呢。刚才听卓贤之言，道友是天卫大人亲自带回城中的，那道友肯定是下界刚刚飞远本界的修士，就不知有来自下界哪一处人界之地？哪一界？这个在下也不知灵界如何称呼诸多下界，倒不好回答了。等韩某以后了解清楚相关事宜，再告诉道友如何？是老夫糊涂了，道友初到灵界自然不甚了解。不过像道友这般初代飞升修士，进阶炼虚的比例远非我等可比，多半不用考核，直接就能任命清明卫。初代飞升修士，柳兄能否给在下解释一二？这不是什么秘密，自然可以。所谓初代飞升者，就是韩兄这样直接从下界飞成本界的化神修士。你们身上异界气息浓重，就算每年服一粒灭尘丹，也要300年才能清除干净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的小天劫会如此恐怖。柳兄已是化神修士，怎会还留在这里？就算洗去了气息，愿意离开天渊城的也没有几个。不光是我们三皇七帝的本土修士，也不愿轻易离开。哦，韩某倒是感兴趣了，还望柳兄指教一二。天渊城是人妖两族进出蛮荒的唯一入口，驻守如此多高阶修士，就是为了抵御蛮荒外族。一旦开战，城中修士被灭大半也是常事。韩兄不必担心，外族入侵间隔10余万年，上一次是3万年前，无需忧心。原来如此，在下被带来天渊城，还是因祸得福了。近年飞升修士骤减，长老甚至派分神下界追查。韩兄在下界可曾发现什么异常？没有，在下所处人界一切如常。这就可惜了，若是韩兄能提供线索，定能得到重赏。对了，柳兄刚才说的清明卫，就是我先前见过的那些清假道友吗？不错，清明卫是天渊城中阶力量，由化神修士担任，统帅10名黑铁卫。职司分2种，一种是固定轮值，临时固定，无甚危险；另一种是接长老会的特殊任务，奖励丰厚，却多与蛮荒异族有关，风险极大。多谢柳兄指点，在下明白了。举手之劳，韩兄初来乍到，有不懂的随时可以找我。柳兄慢走，时候不早，老夫就先告辞了。怎么样，柳兄？从那人口中问到什么消息了吗？这人口风严得很，除了承认是下界飞升者，其他半点没透露，反倒是我回答了他不少问题。刚到灵界的人自然警惕，不过我们也没别的心思，只是想和潜力巨大的飞升者交好罢了。参见前辈。韩道友无需多礼，我本名赵无归，李兄另有要事，今日只有我一人前来。赵前辈，你是飞升修士，2色雷劫下能坚持许久，神通不弱。你的清明卫身份我已帮你申请好，这是身份令牌，你拿好，接管丙56队。在下初来乍到，对一切都不了解，现在担任清明卫是不是有些唐突了？韩道友无需谦虚，每一位飞升修士到本城都会直接担任清明卫，大都称职得很。住上1年半载，自然就熟悉了。既然前辈如此说，晚辈就不再推辞了。这是天渊城的全地图，你可以仔细查看。你是新来的，头1个月无需到任，1个月后必须上任，领取清明甲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洞府的事宜你去玉阙阁一问便知。我就先告辞了，多谢前辈指点，晚辈恭送前辈。前辈慢走。天渊城竟这般大，
面积只在人族3大主城之上，不在其下。天元城战力以黄、白、黑、青、金战甲清晰划分，简洁明了。足足飞行小半时辰，韩道友看到远处天渊城的巨大城墙后，盾光骤然一沉，落在了一座灰乎乎的3层阁楼前。原来洞府需要争夺。前辈，你也在寻找合适灵地，要建立洞府吗？不错，我是想寻找合适的地方，只是此处的灵山我并不满意。前辈是化神修士吧？1层只是接待黑铁卫的处所，前辈应该到2层去才是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化神修士？凭你的修为，应该看不出我的境界吧？前辈不必惊讶，晚辈身上配有专门的灵压盘，只要前辈不特意隐瞒气息，自然能看出一点。天渊城竟将银切纹运用到了这种地步。回神啦，回神啦！这位道友盯着本仙子看了这么久，连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就这点定力，还妄想渡过心魔劫啊？道心不稳哦。我对附近灵地不太了解，你给我介绍一下地图上的情况。是，前辈，此地图包含3处山脉，中间翠落山灵气最足，化神洞府最多，还出产珍稀灵药。此次有3处灵地空出，争夺最烈。天运山灵气次淤，也有不少适合化神前辈的灵地。琼料山原本是元婴修士所用，灵气稍显不足，但洞府最殊疏，前辈可独占方圆万里灵地。原来如此。眼前的前辈看着才20余岁，竟然就是化神修士，实在令人好奇。晚辈不久前得到一株4000年火候的银仙姿，前辈看看是否有资格选择灵地。4000年火候还差数百年，不过也差不多了。这一次，就算你够资格了。多谢前辈成全。前辈，晚辈前来选定灵地，这是一点薄礼，还请前辈笑纳。听说城中新来一名姓韩的飞升修士，莫非就是你？前辈消息灵通，正是晚辈。既然是飞升修士第一次选洞府，无需缴纳供奉，可直接选择灵地。他怎么选这里啊？灵气最稀薄，就算范围广，也得不偿失啊！你真要选此处建洞府，一旦选定，100年内都不能随意改换。晚辈初到灵界，只求有个落脚之地，不想与各位道友争夺。便随你吧，既然你心意已决。原来是翁道友，怎么这次也有兴趣争夺灵地了？金兄能来换取洞府，翁某自然也可以。此人修为不及金胖子，却如此放肆，想必有所依仗。翁贤弟说笑了，你如今的洞府已是1等1的灵地，又何必再换？在下最近打算修炼一种秘术，对灵气不太看重，只需灵地范围广大些，临时调换一下罢了。参见教师书，
家师托晚辈给师叔问一声好。问好？凭明老怪的臭脾气，哪会如此周到？他前后躲过6次天劫，第7次恐怕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。家师已在洞府闭关200年未出，正在祭炼一件灵宝。尊今日轮值，不宜多言，你尽快选灵帝吧。金兄，你刚才一直在场，可知道是谁选了翠落山这处林地？是你选的这块灵地？道友也看上此地了。哼，我修炼的秘术只有这片灵地最合适。你识趣的话，就主动放弃此地，否则争斗起来，可别怪翁某手下无情。前辈，我可否重新选取其他灵地？不行，灵地数量本就不足，每人只有1次争夺机会。若是失败，只能等下个100年再争夺。就算等上100年，也总比被硬生生打落一个境界的好。若是道友不听劝告，在下无法答应阁下的请求，我看还是道友另寻他地修炼的好。韩某也不想与翁兄伤了和气，万一在下一时失手。翁贤弟，你非要争夺那片灵地，到底有何用处？方才在厅内不好细问，现在总该给老哥透个底了吧？小弟先并无虚言，的确是为了修炼一门秘术，才不得不改换洞府，否则我脑子又没糊涂，怎会特意去争那灵气稀疏的地方？算了，贤弟不愿明言，想来自有苦衷。不过，你真打算对那姓韩的小子下手？怎么，道友和此人有什么渊源？我怎会和他有关系？但贤弟有所不知，这人可是刚到天元城的飞升修士。飞升修士又如何？天元城每隔2、3年便有飞升修士加入，难道金兄觉得我会不是一名化神初期修士的对手？他这般胆大，不过是在下界称王称霸惯了，到了灵界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哈哈，这人修为自然不足一提，以翁道友的神通，连我都不敢轻言能胜。但城中飞升修士极为护短，你教训一下便可，否则就算有明前辈依仗，也难免生出风波。我自然要好好教训一顿。至于是否取他性命，斗法无眼，只有到时再说了。既然翁兄都这么说了，为兄也不好多言。3日后，我也要和另外4个家伙争斗，还不知道能否如意呢。想让我和飞升修士结下死仇，他倒打得一手好算盘。金胖子已经起了疑心，他不足为虑，倒是他的祖父，我也不愿招惹。师父放心，只要夺得那片灵地，徒儿立刻将整座灵地彻底封锁。你做事我还算放心，但此事事关重大，希望你不要让为师失望。徒儿一定不让师父失望。只是那消息真的准确吗？我自然没有十足把握，但哪怕只有1丝可能，也足够我们拼死一探。3日后的争夺，你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徒儿明白了。若是那姓韩的小子棘手，不必留手，直接击毙便是。纵然日后有些麻烦，和那位的遗宝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不过飞升修士个个擅长越阶斗法，不可大意。为防万一，我将千魂铃暂借你使用，3日的临时祭炼足够你驱使此宝。多谢师父赏赐，徒儿定不负师父所托。这座被称为天渊城的巨城，更像是一座屹立在蛮荒边界的渊国。它是人与妖2族对抗蛮荒一族的最后壁垒，也是无数修士机缘与杀机并存的漩涡。3日后的灵地争夺战，早已不只是洞府的归属，更是一场生死之局。灵地之争，不过是这盘大棋的开始罢了。人界之时，化神修士已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存在。如今在这天渊城，连合体期长老都近在咫尺。在洗去外界气息前，留在此地，倒也不错。
现在我要在你身上种下禁制，你若是放开神魂，我便解了你的束缚，再给你些好处；若是不从，我便再关你100年。广武殿。前辈恕罪，晚辈因祭炼法宝来迟。哼，再晚片刻便取消你的资格。不知可错过了争斗时辰？哼，算你走运，立刻进去。很好，你真敢来，以化神初期境界迎战我，倒真有几分胆量。听好，灵帝争斗无任何限制，除非一方主动认输，否则我绝不会出手阻拦。现在争斗开始！这是什么神通，竟能凭空收走我的蓝鲸鲨？道友觉得在下会告诉你吗？就想到灵帝背后的遗宝，胆敢直击一闪而过。千魂铃，那明老怪莫非脑子糊涂了，竟把这种重宝借给门下弟子使用？前辈，此宝是晚辈暂时从家师处借来的，莫非此举违反了争斗的规定？哼，灵帝争斗自然没有这种规定，但千魂铃纵然霸道，
你也只能借秘术勉强驱使。就算此战大胜，事后也必会元气大伤。为了区区一块灵地，你真要做到这种地步？多谢前辈提醒。果然是灵宝，普通宝物怎会有这般威力？灵宝又如何？凭你，还困不住韩某。砂锅大的巨拳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狠狠砸向。飞速阵四肢上附着细小的回层莲瓣絮，原本旋转自如的金莲瞬间便凝滞呆滞，金光暗淡。金刚诀大成，你还是顶级炼体师。翁道友，还要争斗下去吗？你虽法体双修，神通远超我的预料，但莫非真以为这场争斗你赢定了？今日我拼着100年苦修不要，也要让你见识一下千魂灵的真正威力。光马尼般那个光马尼光马尼被人光马尼般尼被人光光中化成中风，立即将漆黑的黑芒尽数吞噬，化为点点灵光，急急入灵沟中。灵宝又如何？凭你，还困不住韩某。周云锦马家正义。
不可能，主魂被灭了。多谢前辈出手，否则环贝刚才差点伤到了翁道友。争斗中收手不及，原本就是正常之事，这不算什么。这一次争夺灵地，韩道友获胜，你二人可有什么异议？清明佩拿来。好了，灵地标记已经注入你的清明佩中，除非你以后主动放弃灵地，否则就没有资格再参加以后的灵地争夺。你的气息如此混乱，难道你争夺灵地失败，还受伤了？那人神通深不可测，徒儿有负所托，却失败了。要不是天卫出手，徒儿差点就被对方一剑斩杀了。对方不过化神初期，你本就神通不弱。我还将千魂灵借你，怎会败得如此狼狈？徒儿已经尽了全力。那人有数种未知神通，还有一件顶撞灵宝。对了，他还是金刚诀大成的炼体士。有灵宝，金刚诀大成，不错，徒儿句句实言，绝无半句虚假。这么说，他走的是法体双修的路。法体双修，上古时也曾盛行一时，如今却早已绝迹。法力与炼体，仁义都要穷尽毕生岁月，两者兼修，后期必远逊同阶。据我所知，法体双修最终大成，能进阶到合体的修士，从古至今就只有天元圣皇等寥寥数人而已。这些人也是要么原本就是炼体士，要么就是服食了什么天才地宝，否则走此路根本是自绝修行之道而已。他已将金刚诀修至大成，难道还能继续淬肉身？金刚诀大成已是凡人炼体术的极致，若想继续锻炼肉身，只能找一些古魔界魔功和妖族功法来修炼了。他能法体同修到这般境界，你败了不奇怪。但我问你，他是如何破了千魂灵？灵中主魂被灭，上万凶魂散了10之6七。徒儿不知他是如何做到的。我将他摄入灵中空间，他不久便破镜而出。里面的情形，徒儿根本未曾亲眼看到啊！千魂灵虽上不了混沌万灵榜，
却足以困住化神后期修士。看来他要么有专克阴魂的至宝，要么修了至阳至刚的大神道。罢了，此宝重炼即可，但那灵地中的遗宝绝不容有失。多谢师尊开恩，只是如今灵帝已归那小子，他若布下禁制，我们再去寻宝，怕是大为不便。你拿我的信物去找我的好友公羊度，借他的弥天五色三，此棒可颠倒五行，幻物无形。我们借机潜入寻宝，只是此举要欠公孙老魔一个大人情了。斗法已毕，不必再回飞灵殿，直奔穷三山灵地。此处便是穷蓝山，虽是3片灵定地中最次的一座，灵气却远阔人界圣地。2万余里灵地，再无其他修士。先布下界标，告知灵修，此地已有主。那翁姓修士拼死相争，绝非只为修炼便利。此地定有隐秘，日后需细细搜查。便在此处开辟一明一暗双洞府。此地阴气残留，便安置提魂吧。提魂进阶了。斗法那日，他被摄入了阴魂空间时，一下感应到了空间中弥漫的浓浓阴气，随即无数凶魂均现形。此兽专克阴魂，此兽专克阴魂。区区小兽！瓶颈破了，开启破灭法幕，强行洞穿阴魂空间。静等破解。仙藤已枯了。仙藤竟枯了。一界一法则，玄天之物，逆天。今日参悟此物，果然不凡，灵气竟不入。剑雷难伤分毫。
我也必之。万法皆不侵。陵墓可透视。机缘未至，心境倒不觉更近了一层。这花纹我见过，出着。纹路竟相似。绿叶起效了。白光壮大了。日后再催生。啊！金光，灵宝现世！玄天灵物排名第3。灵界蛮荒世界各族禁地中，一块块异族文字的玉璧同时亮起金光，灵界风起云涌。铁魂，破茧了！禁止，开！
你是提魂。主人，我是提魂。你是化形定魄，还是学会了变化之术？